岳父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何物啊？尝尝。盐。这为何如此细腻啊？据我所知，盐一直是朝廷在经营的，但我大雍现在盐的产量严重不足。现在市面上的盐，1两卖的是10文钱，那么1斤就是160文，对吧？根据我大雍现在人口的统计，大约有1600万人。假设一人1年用半斤盐，那就是800万斤，800万斤就是120万贯。而制盐的成本不过20万贯，那么盐这一项就有快100万的利润。账是这么算，但我大雍1年实际产盐不足20万斤，大多数的百姓是买不起的。盐的生产没那么容易，需要很复杂的工艺。复杂个毛啊！这玩意有什么复杂的？哎呀，只要你给我足够多的粗盐或者盐田，我一天给你提炼10万斤出来。10万斤啊！你别说10万斤，你小子能给朕做出1万斤，朕就让你掌管天下盐田。不去，我管那玩意儿干啥？你刚刚可是夸下海口就不认账了，你这可是欺君。没不认账。喏，我把制盐的过程都写在这纸上了。需要什么东西，怎么制，怎么调比，我告诉你们就是。我才不管那玩意儿呢！吃饱了撑的又不是自己家的。你写的这些能实现？那必须能实现啊！我都写得那么清楚了。倒是有可取之处的。朕会交给工部处理。岳父，那我和宁安的那个韦憨子真金刚娘，你再喊朕岳父，朕就把你送到刑部大牢里面待着，你信不信？岳父，这东西你都说了，我这方子也给了你，不带你这样的。陛下，长公主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幸亏，如果闺女知道了朕差点动摇，岂不要与朕闹翻天？长公主，你个丫头，你不是骗我说你是落魄公主吗？你自己骗我就算了，你还组团来骗我。这位明明就是岳父，你非说是什么詹事，你骗我骗得好苦啊！谁组团骗你了？你自己没看出来怪谁啊？对啊。不是岳父，你现在上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，你问问他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吗？不是，我都没见过你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你们父女俩都不讲理啊！岳父，谁是你岳父？你别瞎叫啊！啊，好了，我和岳父聊点事情，你的事儿我晚点再找你算。韦憨子，你跟谁算账？你气死朕了！你回去吧，朕现在不想见你了。哦，行，走，丫头，岳父让我们回去，中午上我家吃饭去吧。走，给朕撒开！干什么你？哼，韦憨子，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纠缠朕的闺女。你看看这些奏章，弹劾你卖琉璃给胡商的，说你勾结北仓的，加上之前的上百本了。岳父，你知道我那是故意的，那些世家就是眼红我的攻防。不是，这好好的一个大雍怎么被世家给控制了？怎么被世家控制了？朕还在这儿呢。他们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非把他们连根拔起不可。难道
你有对付世家的办法？啊，就是你之前说的印刷书籍。不过不是你们现在用的这种。哎呀，我现在也放不出来，我要放出来，他们非杀了我不可。若憨子真有此法，那么对付世家就有望了。韦憨子，朕护着你。你保我？没用。你在宫里面，我在宫外面，我被杀了你都不知道。死憨子，你莫要再跟父皇胡说了。我胡说什么？你看着，不出20年，朝堂上世家的官员就被换掉一半。你自己也是韦氏家族的子弟，你这种办法用了，就不怕害了你们韦家？我是姓韦，但是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世家凭什么霸占了天下的权利，还要霸占天下的财富。我一个伯爵，他们都敢明着抢我的公房，那天下的普通老百姓还有地方伸冤吗？岳父，这事情我越想越不对。你说，那些寒门子弟凭什么一出生就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啊？想做个官不行，想挣点钱让自己家里过得更好也不行。这世家就是欺人太甚。你有这样的本事最好。不过，刚才你那番言论，只有我们3个知道，不能对外说。外面的人如果知道了，小心你的脑袋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跟岳父说说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得知韦爵爷进宫，特地吩咐韦爵爷面圣之后去凤鸾殿一趟。啊，岳母要见我？不是丫头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什么礼物都没带。你一会儿见到母后可不要再瞎叫了。丫头你放心啊，不给你丢脸。走吧，走吧。那是见岳母啊，岳母可比岳父重要多了。只要搞定了岳母，那剩下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走。陛下，陛下可是要出去？我和岳父要去岳母那边。岳父？瞎问什么？我岳父。这，你岳父？陛下居然不反对韦憨子这么叫他？哎，那就是后宫啊！岳父，你3000佳丽就藏在那里啊？这哪有后宫佳丽3000？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记住了，朕没有，别给朕抹黑。不信的话，可以问问宁安。父皇说的是真的，后宫所有妃子加起来也就30个，那也不少了。要我说啊，这皇宫就是太大了，一家人串个门还要走半天。改天啊，我好好重新设计一下，整个上下楼方便。你会设计宅子？那当然，我的府邸要是我自己设计，绝对让你们眼前一亮。那你倒可以设计看看，朕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吹牛。父皇，那些弹劾的奏章怎么办啊？那还用说，收拾他们。收拾他们倒是可以，但是需要你前往刑部的大牢待几天，可好？啊，岳父，父皇，你不会坑我吧？你就如此不相信朕吗？你去刑部大牢待几天，朕调查一下，收拾几个官员。公房的事你可以放心，谁还敢和皇家抢东西？不要命了。对了，你对外先不要说朕是你的岳父，否则的话不好收拾他们。岳父，你能不能换个方式？刑部那边你熟悉，朕上次看你和那些狱卒相处的不错，换个地方，朕还担心你不习惯。那要待几天啊？提前说好啊，最多10天。不用10天，回去和家里说清楚，无需担心。行，不过刑部大牢太冷了，我要带点东西去，最好给我个独立空间，我要带一些用具过去。带什么？书签、笔墨纸什么的。干嘛？你要在大牢里算账啊？对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琉璃工房平均5天出一窑，一窑4万贯，2个月就是48万贯。我们平分，另外还有聚贤楼的生意。这么多钱啊！这么多的钱，你准备怎么花呀？
怎么花，我都没想过，没拿到钱啊。岳父，你问问他，我到现在可是1文钱都没拿到，这快过年了，总得给我分点钱吧？1文钱都没给他呀？那可不，我连本钱都没收回来呢。这孩子为了宁安，真是付出了很多呀。过年肯定给你。成，嘿嘿。不过韦浩，既然你喊朕岳父，那朕就要提醒你。那个，你看啊，一个琉璃宫房，你就能够分这么多的钱。朕现在还在，还能帮你守着，但如果朕不在了，太子登基了，或者说再下一任的皇上登基了，你这个钱能不能守住，就不知道了。父皇，您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什么？父皇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钱太多了未必是件好事，而不是说朕看上了你那些钱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所谓升米恩，斗米仇啊，可知道？啊，你现在的钱，朕厚着颜不给你，你拿朕也没有办法。可是后面的皇上会觉得这样有失皇家的颜面，到时候反而成了祸害。没有想到岳父居然和我说这样的大实话。岳父，那你的意思？你自己的份额留1成吧，剩下的4成卖给皇家。朕呢也不给你钱，朕给你一处皇庄，大概占地2万多亩，还有很多宅子，估计价值有个17、18万贯，换你那4成份额，可好？成，没问题。我自己一个人也守不住那么多钱。交给皇家最起码没有害处。啊，还有，让你家里尽快给你加官，加官后来宫里当职。啊，当职？像程主持那样？我能不能不那么早起？我不想当官啊。想都不要想，朕告诉你，以后甘露殿上朝的大门就是你来开，谁开都不行。还敢说朕有毛病，瞎搞？啊！你帮我跟岳父说说，我不当官。岳母好。岳母，韦憨子，嘿，岳父已经答应我和宁安的婚事了。朕可没答应你啊，是你小子非要喊的。好。岳母，我这次来的匆忙，什么都没有带，主要是不知道会来您这儿，您别见怪啊。我下次来见您，肯定给您带礼物，保证您喜欢。有这份心就好。岳母，您长得可真年轻，若不是知道您是皇后，我是怎么样都不愿意相信您是宁安的母亲的。看起来更像姐姐，嘿，太年轻了，是不是？这孩子长得那没话说，本事也厉害，不错。韦浩，你家里就你一个男孩，姐姐8个。对，我是独子，5代单传，家里有8个姐姐都嫁出去了，不再上读，1年也回来不了1次。我爹这不去巴蜀探亲探了大半年，封爵了都还没回来呢。不过我听说他们过年的时候会回来。封爵了嘛，姐姐们都想回来看看我这个弟弟。不错，是个实诚孩子。今天就在凤鸾殿用膳，只是宫里的饭菜不如聚贤楼的好，所以本宫也是在食材上下了功夫了，用的都是最好的。岳母费心了。这样，明日就让宫里的厨子到我聚贤楼学习做饭菜，除了现有的菜品，即将要推出的烤乳鸽的方子也都拿回来，多加练习练习，自然就会了。朕一直听百官们提及聚贤楼的饭菜如何美味，可还未尝过呢。让我媳妇儿给你带，不行就来岳母这边吃呗。那感情好，浩儿有心了。母后，那能让岳母吃不上小婿聚贤楼的饭菜吗？好，
我们去雍善吧。哎，岳母想，还小婿呢，这汉子就知道讨好岳母，朕想吃还只能来蹭皇后的，还把朕这个岳父放在眼里吗？浩儿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怎么样，倒是你，都跟你说是上午，你那么一大早拉我起来，害我去那儿等那么久。如果不是等那么久，我早回来了。是吗？那上午不就是早上吗？你这一天没吃饭了，都饿了吧？吃过了。吃了。陛下设宴了？没设什么宴，家常便饭。太好了，这说明陛下很重视你啊。你知道倪安是谁吗？公主啊？长公主。长公主，宝庆长公主。嗯。那，你和她，你们俩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是真的，你就不信，还打我来着。我现在都已经管陛下叫岳父，管皇后娘娘叫岳母了。浩儿，你这个时刻不能骗小爷，我会当真的。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呀，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。啊？过段时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坐牢，坐几天。什么？坐牢？我就知道这车怎么肯定又惹事了。你别冲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能解释。刚见完陛下就要坐牢，你还解释什么？拿我寻开线！我是要去帮陛下整顿那些世家，陛下亲口说的。果真如此？那当然，要不然我现在为什么不进去？我何必要等到明天呢？切，我还能提前知道我明天要进去。你想想看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对了，小爷，你帮我准备一些东西，我还要装修一下牢房。岳父姐答应我了，可以装修牢房，给了我个隔断。你给我准备一张桌子，软榻、被褥，还有书籍、笔墨纸砚全给我摆上。还有一些平时的小零食啊，常用的一些喜欢的东西，你都给我准备上就行了。你到底是去坐牢还是去享受啊？那你就别管了，你给我备上就是。对了，小爷，我跟宁安的事情你可别往外说啊！陛下就是打算用这次的机会，好好收拾一下那些世家。你这一说，我牢白坐了不说，陛下还会怪我办事不力。这事是父皇不对，没有你，哪有什么琉璃宫房啊？小事情，除了琉璃宫房，我还能弄很多其他的宫房，只不过没什么用，没必要，舒舒服服赚点小钱就行。可是这个宫房是你一手建立的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就是花了点钱。当初你也不是缺那点钱，弘毅让我入股，也是想要帮我。现在倒好，父皇全都收走了，你就只剩了1成。没事儿，财富给我们，我们也守不住。你想想看，一年赚几十万贯钱，那是我们能守住的吗？岳父说的对，现在岳父疼你，那下一任陛下呢，还能继续疼你啊？我皇兄也挺宠我的呀，他平常还偷偷找我借钱呢。哎呦，傻丫头，你怎么没听懂我的意思呢？那算了，咱们成亲的时候，你都给我配几个通房丫鬟就行。死汉子，你找打呀你！你慢慢吃，我坐牢去了。哎，牢房里冷，当徒子你多加点被子。你笑什么笑？再笑，让你们一起去给他做通房丫头。如果我们是通房丫头，那殿下您岂不真成了大夫人了？哎呀，你们别笑了。吃好啊，王管家，来加点汤。哎，公子，这个给你，你按照这个图给我打个炉子。
这干嘛用的？哎，你先打着，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我做好去了啊！啊，好，保重哈。哎，轻拿轻放啊，辛苦了。嗯，我说韦爵爷，你又打架了？没打架，犯了点事情，没大事儿。10年半个月就出去了。你可真是大庸坐牢第一人呐！坐牢带这么多东西。缺爷，这里就是牢里位置最好的，干燥通风，还有一束阳光照进来。这帘子也给你安上了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行，以后这牢房就是我的了，谁也不许住进来，除非你们问过我，我答应了才行。哎呀，我要是没在坐牢，这里给我空着，时常叫人过来打扫一下。记住了啊！啊，爵爷，这是牢房，它不是你家呀！你还真想在这儿预定个房间不成？哎，我也不想啊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以后您就别惹事儿。你看看这里，这里真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我的桌子呢？把桌子给我放中间来。哎，快，桌子，这里。哎呀，爽！好儿真争气，坐牢都坐得这么出息。小燕，你来了，来摆上，大家一起吃。快！小燕，你给兄弟们带酒了吗？没带，你还未及冠，不能喝酒。是啊，爵爷，我们也喝不了酒，现在正当值呢。等改天我们去聚贤楼吃饭，你再请我们大伙喝酒。也成，那就吃饭啊，一起吃。谢谢爵爷，快，都来啊！这红烧肉肥而不腻，这虾也好吃，让我尝尝。好香啊！这是谁呀？是来坐牢的吗？进大牢了吧？自不量力，以为自己是个伯爵就了不起了，他是不知道我们世家的力量有多大。这次不能单只要他5成的份额，我看要8成，要不然这小子不长记性。估计啊，他现在知道我们世家的厉害了。等会儿我们去大牢，也是给他通个气儿，让他知道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干的。那当然了啊，他眼下可能不会答应，但是等他坐几天牢之后啊，我估计他就想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牢房里问问韦浩，问问他想清楚了没有。走。世家的人，让他们滚啊！老子现在困得很，他们是再烦老子，我现在出去揍他们一顿啊！去，就按照我的原话说。什么？揍我们？这韦憨子也如此大义不惭，看来是被咱们整得气急败坏了。可不是。好，我不跟一个阶下囚一般见识。不见就不见吧，过2天我再来，到时候他就得求着我们。唉，他们这些人真是太过分了。我们韦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伯爵，他们就要如此打压。是啊，通过这次的事啊，老夫也学摸出来了。韦浩这人虽是性格急躁了些，但人还是不错的，是个讲道理的人。更何况是我们韦家的族人，有什么问题，还轮不到他们这些外人来教训。族长，这个事该如何处置？告诉中书省韦廷，让我们族内的子弟也弹劾他们家族的官员，挑那种身居要职的弹劾，每个家族1个。既然
他们想要搞事情，我们韦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行。这些是韦家官员弹劾的奏章，给朕挨个好好调查一下。是，韦家那边刚一弹劾，陛下就调查，甚至还要调查之前几个弹劾韦浩的官员。陛下这是……快点儿，快走，快点儿！爵爷，怎么回事？那帮人啊，他们都是被韦家弹劾的。这次可是有不少官员被拉下来，差不多得有10几个呢，都是朝堂5品以上的官员。可惜了。韦家弹劾？对呀。韦家弹劾？不是岳父要收拾他们吗？怎么成了韦家弹劾的？难道岳父是借我的身份挑起世家之间的纷争，借韦家的手削弱这些世家的势力？好手段！什么？全都抓了？都被抓了。这次这些家族都损失了人，族长，这样会不会引起我们家族和其他家族的矛盾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弹劾是弹劾，以往哪一次是成功的？本来想啊，能够抓1、2个就很好了，现在怎么全都抓了？你们族长，你们，韦族长，你们韦家是什么意思？一下子弄下来我们这么多官员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就允许你们抓我们家韦浩，就不允许我们弹劾你们家的官员吗？那你也不能一下子弄下来这么多人呢。多吗？韦浩是谁？是我们韦家唯一的一个伯爵。现在被抓进去的那些官员，能和我们韦浩相提并论吗？伯爵又怎样？本就是你们韦家不按规矩办事，难道还不让我们来处理了？诸位，这次弹劾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成这样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弹劾也不会让这么多官员入狱。我想，这里面好像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是不是你们引起陛下的不快了？凭借一个韦家的弹劾，是不可能拉下这么多官员的。难道是还有其他的势力插手了？诸位，此事你们来我们韦家兴师问罪就问错了。先不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拉下这么多官员，就说你们把韦浩弄进大牢里，韦浩是个冲动的人，你们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。你们看着吧，等韦浩出来，你们若能够再拿到琉璃，算你们有本事。他不答应，还想要出来不成？那老夫还真的要看看了。再不知天高地厚，就再弹劾他几个官员。差不多了啊！啊，这就好了？啊，还需要多复杂？还真是白花花的盐呐，如此细腻。哎呀，这一锅少说也有7、80斤，用时却只有1个时辰左右，这也太快了。你回去大规模做的时候，多用一些锅，先用大火，然后再小火烘烤出盐就行。
成，你就先按我的方法做，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来找我。老夫这就回去跟陛下复命，多谢韦爵爷，多谢。无妨，我这也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嘛。哎，这么好看的东西，能是盐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韦憨子教我做出来的。又是那个韦浩，这白花花的细盐可比咱们的官盐不知道好了多少倍，而且工部已经验证过了，这个细盐可以食用，没有毒。啊！不可思议，这般细盐堪称一绝。那这细盐的产量如何呀？回陛下，韦憨子说，只要有足够的卤水，再有足够的锅，一天少说得有400-500斤吧。如果有20口这样的锅，那每天可能就上万斤。这么多！恭喜陛下！如若方才段大人所说不虚，这韦浩就凭食盐一项就能够给朝堂带来100万贯钱的利润了。今年这民部的亏空就补齐了。如果真的有这么大产量的话，那可就不能按照现在的价格卖了。老百姓吃盐不容易，寻常百姓也不舍得，得降价才是，不能说用这个东西去赚老百姓的钱。到时候民部这边商议处置对策，控制一下价格。陛下圣明。韦浩此举可是有功于我大庸，得好好赏赐才是。诸位有什么建议啊？哎，陛下，按如此功绩而言，赏个国公都成。咱们现在前线将士连粗盐都吃不上，韦浩可是解决了将士们吃盐的问题啊！陛下，臣不同意。听说韦浩这小子劣迹斑斑，狂妄无礼，恐难为朝堂所用。确实，现在食盐这一项，为朝堂立下大功劳。可就此封国公，恐会引起其他功臣的不满。现在的国公都是经历过乱世的，战功赫赫，为大庸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。而韦浩一个魏家官的小子，仅凭食盐这一项获封国公爵位，岂非让那些老将们寒心？长孙尚书此言差矣。这食盐对我大庸何等重要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韦浩这么大的功劳，封个国公，想必其他功臣也不会有意见。是啊，韦浩虽然年轻，而且之前也确实做过一些荒唐之事，但他就是一个憨子，年纪还小，做出些冲动之事也不为过。现在就事论事地说，韦浩就凭食盐这一个功劳啊，不仅解决天下人吃盐的问题，还给朝堂多带来一个进项，弥补了民部开支。这个进项可是会一直延续下去，可以说价值万万贯钱，当封国公呢。对呀，陛下，臣还是不赞成。如此年少就封国公，将来还不知道狂成什么样子。这小子确实说话不经大脑，这么年轻就身居高位，难免遭人记恨。封国公不行。好了，这样吧，这小子呢，确实是喜欢惹事，赏一个侯爵可好？会不会轻了一些？是啊，就这样吧，让尚书省拟旨，下午就去韦浩家宣旨。陛下，这韦浩还在牢里面，是不是该放出来了？先不放，先这样关着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盐乃国之命脉，历代皆有祖制，朕心忧之。韦浩天资敏达，心怀社稷，于制盐之术另辟蹊径。朕念其功绩卓著，特封韦浩为平阳开国侯。侯爷，钦此。小女替韦浩谢主隆恩。恭喜，恭喜呀！公公，
我家浩儿现在还在牢房里面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哎，不会搞错的。陛下亲封的，且是朝堂之上商讨过的，你就放心啊。还有啊，陛下交代过了，韦浩侯爷，侯爷还在监牢里头，也是有原因的，您不必担忧。好，若无其他事，咱家就先行告退。恭送公公。哎呀，侯爷！浩儿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。王管家，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吃食，备一些喜钱。我要去让刑部大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浩儿。哎，好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我不会是做梦吧？我们府现在是侯府了。这汉子不会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了吧？各位大人，知道自己犯的什么事儿吗？韦爵爷，这韦浩不是被抓坐牢了吗？怎么还如此自在啊？是啊，这里的狱卒还非常尊重他，就连那些刑部官员也是。哎，各位大人，还是赶快招了吧，莫再与我耗时间。啊，我觉得你就问问他，你家有多少钱？钱从哪儿来的？还有，为什么诬陷我？诬陷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问。韦爵爷说笑了，这个还在审问。我不管。就这个长得尖嘴猴腮，肯定是个贪官，我查死他！岂有此理，庶子！你还看？还看？我真打你！韦爵爷不可呀！哼，含糊我当我不知道啊？你能说我勾结北仓，我不能说你两句啊？啊？你等着，你要是有本事从这儿出去，我一样把你弄回来。你这浩儿，小姨，你怎么又亲自送过来了？让下人做就行，多累。他到底是来坐牢的，还是来游玩的？我要弹劾刑部那些官员，对这里的狱卒管理不善，狱卒居然巴结囚犯。哎呀，卢老，您消停点得了。现在您还在牢房里呢，得罪了这里的狱卒，你可有得罪手了。哼，老夫还在乎这个？我今天让厨房做了好多好吃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今儿这么开心？今日咱们府上有喜事。什么喜事啊？你被封为侯爵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！今天中午你被封为侯爵了。我干啥了？我坐个牢做成侯爵了？这侯爵！对，来，这个你拿着，还有这些，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都给兄弟们分一分。小姨娘，这可不行啊！这不是别的，这是喜钱。今日我们府上有喜事，我们浩儿现在是侯爵了。恭喜侯爷！这几日多谢大家在牢里照顾我们浩儿，咱们吃饭去。我怎么从伯爵变成侯爷了？这汉子坐着牢还能封侯？我们弹劾还弹出了个侯爷！哼！假的！老夫要弹劾韦浩，自便圣旨。闭嘴吧！派人去他家查。哎呀，以后这韦侯爷不得了啊！什么？韦浩封侯爷了？这是刑部大牢传来的消息，还能有假？听说他在牢里活得还挺滋润，此事蹊跷呀！会不会是韦浩背后有什么人呢？韦浩把份额给皇家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是不是我们把他逼得太急？这不是给别人做嫁衣了吗？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消息。不过我听说，琉璃工房现在是一个女人在管着，韦浩的小姨。
我们明天去宫房看看，正好和他们谈谈，顺便打听一下，这个女人是谁。好。来，好。来这边。劳烦问一下，刚刚进去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也是我们东家呀。你们东家？啊，她叫什么呀？是哪家府上的人？这个就不太清楚了。反正啊，我们都喊东家。哦，麻烦帮我通报一下，就说崔家人求见。这让你去你就去，他会见我们的。成，那你们等一下，我去问一问。公主殿下，外面有崔家人求见。崔家的人，现在求见我，是知道什么了？殿下，要不要见？见。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知道，他们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让韦浩进了牢房，这笔账，本宫可得跟他们好好算算。是。搜身。什么？我们也要搜身？要见我们殿下，这是规矩。什么？殿下？难道这里真被皇家接管了？也不知道是哪位公主。进去吧。见过公主殿下。找本宫何事啊？只是商讨一下第五爻琉璃的事情。第五爻琉璃，商讨？谁答应你们商讨的？这是韦浩答应的。韦浩？哼，韦浩可没权利答应此事。现在这个琉璃宫房是皇家的了，就算是一开始，皇家也占了50%的份额。韦浩答应你们了，也许本公主同意才是。什么？这张公主？啊！怎么是答应最有权势的长公主？没听清楚吗？此事，韦浩答应了没用，还需本公主答应了才是。现在韦浩在牢里，严重影响了琉璃宫房的生产。听说是你们弹劾的？你们弹劾，让本宫损失重大，现在还想要跟本宫拿货，真当本宫好欺负不成？长公主殿下息怒，此事我们不知道有皇家的份额在，如果知道，断然不敢这样做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皇家的份额，你们就要把韦浩弄死不成？欺负普通老百姓，你们倒是在行的很呢。行了，没有别的事情，你们就出去吧。这琉璃本宫是不可能给你们的，毕竟韦浩还在牢房里。请。殿下息怒，请殿下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手里还有很多订单，拿不出琉璃。出去。我们谁能想到这琉璃宫房居然有皇家的份额在？他韦浩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早说了还能有这么多事儿吗？
这个韦浩，简直就是拿我们当猴耍，得赶紧想个对策才是，否则我们家族的声誉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到时候，如果别的商人拉着货到我们那边去卖的话，那不是狠狠打我们家族的脸吗？得赶紧想个办法呀！咱们先去找韦家族长，再去找韦浩。当务之急，得先把货物拿到手再说。韦浩是皇家的人，我们现在不得不服软呐！啊，服软。走走。族长，各世家上都负责人又来了。哎呀，又来干什么呀？想逼我们韦家逼到什么时候？他们真当我们韦家好欺负的呀？哎呀，韦族长，误会了。几位又来我韦家府上做什么？韦浩的事找韦浩去说，琉璃工坊分成的事，老夫可做不了主啊。韦族长说笑了。不知道韦族长可否知道，韦浩这个琉璃工坊有皇家的份额？什么？皇家的份额？怎么可能？韦浩什么时候认识皇家的人了？如果不认识皇家的人，哼，他怎么能坐着牢就封侯了呢？封侯啊！韦浩封侯爵啊！是的，恭喜韦族长，家族出了一位侯爷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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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确实值得恭喜呀！大喜呀！我韦家终于出了个侯爷呀！恭喜族长！恭喜韦族长。能否麻烦族长去牢里跟韦浩说说，此事就此接过？啊，当然，赔礼道歉的事情我们肯定是要做的，您放心，我们会让家族的那些官员马上停止对韦浩的弹劾。哈，说到弹劾，这次可真的是误会大了。你们弹劾韦浩将琉璃卖给胡商的事，实际上是皇家允许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在说皇家的不是，甚至是在说陛下的不是。怪不得这么多官员被抓，老夫也是现在才想明白的呀。原来问题出在这里，我们弹劾韦浩，不等于就是弹劾皇上吗？韦族长，那当务之急应该怎么做？不是我在说你们，之前你们就是做得太绝、太嚣张了。现在倒说韦浩是被冤枉的了，看来他们也知道，朕要借韦浩收拾他们。本来呢，朕也是打算明天就让韦浩出去的，传朕口谕，明天天亮，让韦浩就回去。是，陛下。这汉子在牢里就这么进进出出的？我靠！你也起来了，犯什么事了？我就说你不老实，早晚要进来。滚！你看我像是进来的吗？大清早的不说点好的。不是的，来坑我的？
陛下口谕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啊？陛下口谕，你可以回去了，还愣着干嘛？收拾东西走。走。你这些东西不要了？要啊，这是我房间，我不来别人也用不了。你们到时候帮我把这些东西收拾归拢一下，我下回还要用。哎，不过侯爷，下次可别再来了，这里真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哎，有时候身不由己，不都是被逼的吗？就你这张嘴，哪件事情不是你惹出来的？不行，这韦汉子翻起魂来，我一个人挡不住他。快回去吧，就快下雪了，估计晚上就会下。你看这天，估计是马上下了。你呢？不回去啊？我还当值呢，以为和你一样。见过父皇，见过舅舅、大表哥，见过长公主殿下。坐下说。今日你舅舅和冲儿特意过来看你。宁安这是完全长大了，已经落落大方了，你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。多谢舅舅记挂，但此事还不着急。陛下，冲儿和宁安自幼一起长大，如今也是郎才女貌，实乃佳偶天成。臣斗胆，还请陛下尽早为两个孩子赐婚。父皇，女儿现在还不想嫁人。胡说，怎么能不嫁人呢？父皇，现在四子还小，母后还需要照顾四子，再加上她现在身体大不如前，外面的事情都是女儿在打理的。表妹，你我自幼青梅竹马，你放心，姑母的安康我定然放在心上。是啊，宁安，舅舅家里你也熟悉的。看宁安的意思是不同意。表妹，要不然这里就先让陛下和父亲先谈，我们出去走一走。好久没有逛过御花园，不是吗？不去了，我今天早上去过了，没什么意思。最近我挺忙的，就是想要休息一天，哪儿都不想去。宁安近日确实辛劳，此事也不急于一时啊。既然殿下已经累了，那我父子二人就先去拜见一下皇后娘娘，先行告退了。去吧，你们兄妹也许久未见了。是。小姨，我回来了。浩儿，你从大牢里出来了，陛下肯放你回来了？那当然，再不放我出来，我找他闹去，这都关多久了？公子，你回来了啊！你坐牢之前交代我做的那个炉子，我做好了。好，走走，看看去。你个败家子，好端端的你拆房子做什么？拆家哪有这么拆的？安装炉子呢。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喽。王管家，把我那个柴火跟水壶给我拿来。好嘞。净瞎忙，浪费铁。
这些铁都是为了明年庄子里的农具准备的，不好买的。公子，你们不是糊涂了？你把炉子安在这屋里，到时候这烟吹满屋子都是，这还怎么带人啊？啊！怎么没有烟冒出来？瞧见了吧，没烟的，而且还不会有毒。这管子是通到外面的。不信，你去窗外看看。确实，这烟都往屋子外面冒了。哎，行了，把窗户关上吧，冬天开着窗多冷啊。这屋子里确实是暖和了不少。这玩意儿，烧水也好用，我们呢就能随时喝上热水了。我都感觉有点热了，没想到你这炉子还真行啊！我做的东西，那能不行吗？真是。哎呀，现在舒服了，摸哪儿都不觉得冷，家里也不缺热水喽。哎呀，小姨娘，公子。有了这东西，那可要省下来不少木炭呢。柴火府上可是有不少，况且这柴夫每天都会到上都城来卖柴，这补给起来也方便呀。哎呀呀，舒服，这样过冬天才不会冷吧？王管家啊，这东西就一个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就是还差点没做好呢。哎，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哎，走。你说浩儿怎么就这么聪慧呢？这种吃喝享乐的法子，公子可精通着呢。浩儿可不是只会吃喝享乐，如今这韦府也是西城最光鲜的府邸了，还有最能赚钱的聚贤楼和琉璃宫房。谁不知道咱们家出了个侯爷？谁还能比咱们家更有前途？之前都说韦家出了个憨子，可他们现在还有人敢嘲笑浩儿吗？憨子怎么了？憨子也封侯，将来还要和嫡长公主成亲呢，谁还有这个本事？小姨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小姨娘，有一位自称魏宁安的小姐登门拜访。什么？宁安小姐来了，快开中门！哎，是。你快去通知浩儿，就说长公主来了。小姨娘，你莫不是糊涂了？长公主怎么会来咱们府上啊？你快去吧。小女见过长公主殿下。看来林小娘子是知道我的身份了。洛姐姐不必如此客气，以后如果不是正式场合，就不必向我行礼了，不然妹妹我可就不敢来了。洛姐姐，殿下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其实是韦浩的小姨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姐姐长得如此好看，我就觉得应该叫你姐姐。多谢公主殿下夸奖，快里面请，外面冷。我是来找韦浩的，韦浩在吗？他……丫头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冷的天也出来，你不怕冷啊？走，跟我去小阁楼。哎，小姨，你就别跟过来了，我跟公主有话说。真是什么话到了这憨子嘴里都变味儿了。戒烟我是傻大汉，于是只会摆手指来掐算，摇头的傻的真可怜，叹气走开。你手怎么那么暖啊？登徒子，我有手炉呢。什么话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牵手怎么就成登徒子了？有个手炉了不起啊？行。
这屋里才叫暖和。这里为何如此暖和？这是何物？比宫里的火炉还小，竟能让整间屋子都暖起来。这是暖炉，冬天在家里放上这个，特别暖和。暖炉？真好，这样以后就不用在屋子里穿这么厚重的衣服了。喜欢啊？等咱俩成婚，我把新房子里铺成地暖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光着脚在地上跑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我父皇要把我许配给我表哥了。什么？表哥？岳父怎么说话不算话？而且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近亲结婚是会生畸形儿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什么近亲结婚？什么畸形儿啊？这个，就是你跟你亲戚结婚，如果3代以内有关系，那就很容易生出弱智、缺胳膊少腿，甚至是根本生不出来的，在娘胎里面就出问题了，会导致难产的。岳父怎么把你往火坑里面推啊？瞎说，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？这种亲上加亲的事情，我们这儿到处都是的。那你去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你一查，这多少孩子活都活不成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？你表哥叫什么？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你，但他这人确实讨厌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他总去画坊，院子里还有几个通房丫鬟，是他的小妾，大我7、8岁，还想要跟我成亲。这不就是渣男吗？比我都渣！你把地址给我，我非得打他一顿不可。替你消气。给我消气？我当然更气了，敢惦记我的媳妇儿。等下，你表哥是你母亲的兄弟的儿子。哎呀，那我打岳母的侄儿，岳母我蒙面去，行吧？出息！你就这点胆量啊？我韦浩怕过谁啊？那你是我的底线，我蒙面那是不想让岳母为难嘛。你知道就好，我也不想让我父皇和母后为难，但我知道，他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啊？真的？看来我平时这一声声岳父岳母也不是白叫的。松开！韦浩，你耳朵不想要了是吧？打不着。